我不撒，我这辈子都不撒，这辈子我都不撒。我怎么那么幸福？幸福你哭什么？你不高兴啊！你傻不傻？我给我疼死了。你这慢点吃啊，饿坏了是吧？嗯。那你也慢点吃，慢点。哎呦，擦擦。没吃饱是吧？嗯。我再给你打一份去。嗯。不用，你陪我待会儿。要不你晚上又很饿。你陪我。别，我这儿有呢，刚打的还没动过啊。那多不好呀，姐。不用，我去买就好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们接着唠，我呀出去活动活动。谢谢啊，张姐。别客气。我给你端过来。不用了，待会儿再喝吧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怎么每回一上来就这句啊？是你不是怕耽误你的军机大事吗？耽误不了，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而且这边有传真的，不耽误事儿。那你能待多久？你希望我待多久？怎么了？胡旭东那个案子要起诉了，我有点担心。这担心什么啊？我怕胡旭东变成下一个陈清良。你这心思太重了，而且这事儿你怕也没用，跟你也没关系。有关系。我知道你是好心安慰我，但是我不会，也不能说这个案子跟我没关系。我明白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啊！今天晚上我守着，明天出院的时候你来接他。还得谢谢你通知我。这谢什么？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就行。平时在这儿吧，照顾他也不周，院里边因为钱新良的事情，对他也有亏欠你。恢复之后，你帮我美言两句。我听说那个案子已经提起诉讼了。谁跟你说的？林杰说的。他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回来的吗？没到我这儿呢。别聊我了，说说你吧，怎么样？马上要实施的新刑诉法，你不是一直参与修法吗？在工作上麻烦你多指导我们。专业上的问题咱们随时探讨。还有你这几年的论文我都看了啊，很有参考价值。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实践经验啊，是很难写到这么好的。我这论文哪儿都哪儿，你是个正牌的博士生，你是真正的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方向的。北京人才济济的，不像我们这儿。你说找一个熟悉法律的刑辩律师，找都找不着。你就说那个胡旭东那个案子，胡旭东还没有找到律师啊？你想都不用想啊，肯定是那个援助律师，还是指派的那种的，记他们出办我办。不说了，回去吧。哎，老于啊，我在想，我准备回滨江。凭什么滨江？回滨江你图什么？就为了滨江呗。
你不是也说嘛，这边连一个好的刑辩律师都没有。你要换我，我肯定不会，牺牲太大。我倒不觉得这是牺牲啊。你觉得我不够格吗？够格，双手赞成。你回来了，就碰变平衡了。我送你，陈律。真厉害，真伟。生奶你也不喝，奶粉你也不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不要这样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小儿，小儿，是你妈派我来看看你和培培，你就当我是来送东西的。你看，这是进口奶粉，是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，好几百块钱一罐，我得办2个案子才能。小儿，你就让爸见见外孙子吧。小文，小文，我就是提醒你，带孩子不要着急，要有耐心，啊，一定要耐心。那我把奶粉就放到门口的柜子上了，我马上走。你赶紧拿进去啊，别再丢了。找谁？拿出来！什么拿出来？上次也是你拿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上次也是我拿的？神经病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律师，我可是厨师，吓唬谁呀你？那进口奶粉和3000块钱是我给我女儿的。你送你的女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可是属于累犯，依据刑法151条、1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，你这可是属于数额巨大。我通知什么呀？你通知？还有伤害罪！去你的伤害罪！滚！爸爸不疼，爸爸活该。哎呀！安家，都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！我哪知道他哪一拳他就打一下？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别推了，你还轻点儿！培培，不哭，没事没事。外公去做个笔录就回家了。女儿，爸爸今天特别高兴，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。今天，这顿打挨得好，我还想去谢谢他们。我走了啊，培培再见，培培再见。呢個地方啊，真係離晒大譜噶。之前約好嗰架小車，你突然間又話唔嚟喎，搞到我要坐長途車。唔去點得啊？嗰間騙子公司啊，呃咗我成200幾萬啊！我點可以俾佢走佬啊？咪咯，南嶼咯，南嶼呢個地方啊，
鬼影都唔多隻。我點揾人？我一個人都唔識啊！呢啲咁嘅小縣城啊，都唔知有冇律師。總之去到咧，第一時間去公安局，跟住去法院，統碰運氣啦。哎呀，我唔同你講啦，我去到再打俾你啦吓，係咁啊！做咩啊？你刚才说要去南屿找律师，经济纠纷。你識聽廣東話？我外公是從化人。邊位啊？我就是律师，南屿第一律师，秦志高。你好，家里有人吗？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找谁啊？这是王丹妮的家吧？啊，是。你好，我是李思怡的爸爸，来找你们家王丹妮了解一下情况。啊，您稍等啊。哎，你还敢来，杀人犯，活该！杀人呐！杀人呐！哎，要不然你就在外边等我，我自己进去吧。也好，要不显得我们目的性太强了。是，咱们的目的就是探望，我就是怕他误会。那我去了。嗯，我就在这等你。你找地方坐啊。吕震，吕震，肋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养就好了。对不住啊，吕队，那天到底还是没抓住。别这么说，是我欠你的。哎，你追到这儿来，还是想问那件事吧？确实有事儿。你那帮傻小子托我问问，游戏厅什么时候开啊？吕队，你照顾闺女吧，我先走了。行了，你别瞎忙活了。嗯。我女儿都成这样了，你也看见了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没什么心思再管严吉才这个案子的事儿。我到现在仍然认为，严吉才不能排除杀人嫌疑。是嫌疑了，不是凶手了。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明白。那等过了这阵儿，再见。哎，谢谢你。
也替我向张检察官说一声谢谢。真的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事儿他提了吗？他自己先提的，说顾不上。没事儿，咱们去找周普跟乔小军。行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邮递员没等到邮递员。什么邮递员？你等他干什么？挂号信呢。挂号信怎么了？你不让郭叔把户口本和介绍信寄过来吗？要不然怎么领证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以为我落了什么细节呢，吓我一跳。咋了？后悔了？没有。一中，师傅啊，哎呀，正好那个你不爱吃桃吗？桃下来了，我给您带了点。哎呀呀呀，您真好，谢谢。来坐。哎，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就是后边回去再给我老师我爸做工作。也好，你回滨江算是收复失地。嗨，这怎么说呢？你要说收复失地，那我就从咱院开始收复。什么意思？胡旭东那个案子，我想给他做辩护人。他没找律师呢吧？案卷还在研究。你怎么知道我来承办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您承办啊？您说了我才知道。师傅啊，咱都知道这个律师办案啊，有3大难：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。第3个难，我尽量想办法。但是这头2个难，在您这儿不难吧？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本站公安派出所联合铁路公安加强站内巡逻，严厉开展通道查窃、寻衅。我回去把事儿处理完，我就回来。你这边有什么事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回去跟你爸还有周先生好好说，要不你就说是我逼你的。不用，我知道怎么跟他们讲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会支持我的。一中，要是你回去之后改变主意了，你就给我来个电话，什么都不用解释，我都理解，更不会怪你的。不会的，我师父跟我说，我回到这儿，其实是算收复失地。我是为了你回来的，但也不是完全为你回来的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就是要回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。等着吧。一中，你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吕队，那个传呼呢？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？什么传呼啊？您不知道，在11点31分，严继才曾经给他的妻子打过一个传呼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监控证明，严继才的车是11点15分驶进的高新路，11点57分离开。他的车一共在高新路停留了42分钟。
从你们认定他的停车位置到最近的公共电话亭，我亲自勘察过，起码需要6分钟，再加上打传呼的时间，一来一回需要13分钟。严继才的车驶入高新路，到达那个停车位置需要2分钟，也就是11点17分停的车。然后他在车上待了8分钟，11点25分离开车找电话打传呼，13分钟后，也就是11点38分后回到车上。他的车从停车位置驶出高新路还需要3分钟，也就是11点54分开的车。那他从回到车上到开车，他仅在车里最多待了17分钟。老板，钱给你放桌上了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？你先去把那桌的钱给收了，我忙着呢啊。妈妈，你看，那个人又来了。没理他，写作业去啊。吃吧，没下毒。哦，也没吐口水。我们家辣椒辣，少放点。刘伟啊，听说你到现在还留着那个传呼机呢？也正是这个传呼，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2段，一段是8分钟，一段是17分钟。就算是17分钟，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对被害人那样的侵犯吗？有可能吗？这么多年，你还一直留着这个？当然得留着，留到你们良心发现，留到你们脑壳开窍。给我们的人看过吗？看过。谁？叫什么名字？长什么样？没报名字，不然我肯定记得。来的是个年轻警察，右耳朵上有颗痣。哎，能把它借我试试？不行。借给我对你有好处，对你男人有好处。我信你。刘伟啊，你就那么相信你男人没干过那事儿？啊？这底下住着一只猪精，每天吃我们家垃圾修炼要成仙，还会背99表。你信吗？我就是信这个，我都不信我丈夫会是个畜生。哎，吕队，今天有空啊？小汪呢？汪科长啊，上厕所去了吧？吕队，这么空？啊，快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有事儿啊，吕队？我跟小汪说2句话，你出去一下。啊，好。小汪，当年严继才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？哦，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。你当时去过他们家，在他老婆那儿看到过一套传呼机的内容，有这事吗？啊，去过几次，但每次都是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的，小李、小张还有那个小吴都去过。他老婆就记得你，是吗？那当时在审讯笔录里为什么没体现这一条呢？啊，讨论案情的时候你们也没说呀。吕队，这事儿您可不能怪到我头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您忘了，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
严继才嫌疑最大的是您呢。您一直强调说搜集他所有的有罪证据，我去找他老婆问话，完全是领会您当时的精神啊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你们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证明严继才无罪的证据，是吗？哎，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。嘿，你也是刑警啊！对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，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，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，你不懂吗？李队，别激动，大家伙敬重您，这是情分，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您退都退了，没必要捯饬这后账。你捯饬来捯饬去，捯饬到自己头上，整个内伤何苦来的？你递上来这个东西我看了，这是你的案子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为什么还要递这个材料，还要我们配合启动复查？哦，方念，这个案子是严继才服刑的别山监狱提起来的，他们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很大，我抽空看了一下，确实是有疑点。但我想这是咱们院办的案子，我得维护咱院的声誉啊，所以就打了这个。当时的承办人是谁你知道吧？那首先找人家交流一下呀。交流了好几下呀，那人家觉得没问题呀。胆儿挺大的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没有，直接给领导打报告，不怕得罪人？都理解吧，这也不是什么私人恩怨吧。说实话啊，当时我就在控审处，这个案子递上来之后，我也觉得这个证据有问题。这个案子呢，牵扯到的部门和人都太多了，你让我们配合启动复查啊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我个人支持你私底下查一查，如果查出真凭实据，怎么都好说；万一要没有，咱们也有退路，啊。还是领导想的周到，我好。咱俩今天的谈话呢，不许出这间屋子，能做到吧？那您要是不放心我，我就住这个屋子了。去，我就在这打一个地。行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那我先去。吕队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要看这个，侦查复卷也不在队里啊。你也知道，咱是有纪律的，侦查复卷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这个案子当年是我主办，啊，现在检察院提出了异议，我看一下复卷有什么不行的。我请示请示。将军，吕队在我这儿，有件事儿。哎，将军让您过去坐坐。好。师傅，您来局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说，快坐，快坐。您瞧您，哎呀，还是这暴脾气，心情还不大好啊。我听说，四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了。过2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看四姨。没事。刚把老黄给揍了。揍就揍了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，业务不行吧，就爱拍马屁。您喝点茶，消消气儿。我就想问问，我想看一下当年严继才案件的侦查复卷，行不行？那2个监狱来的检察官找你了吧？这跟别人没关系。师傅啊，这2个检察官很执着，要么走关系，要么写信。现在又在您这儿下功夫，这案子我可是跟您一起办的，咱俩还不清楚吗？这不瞎耽误功夫吗？你知道吗？当时严继才的车开在高新路的时候，曾经停车下车找了个电话亭，给他老婆打过一个传呼。我不知道。你看，我也是刚刚知道。您这哪儿打听的呀？我亲眼看到了，在他老婆的传呼机上，时间显示是不会错的。我们可以到传呼台调记录啊，
你说这么重要的条线索，汪林这个臭小子没有写在审讯笔录里头。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揍他了吧？师傅啊，一条传呼能说明什么？您记得吗？当时咱们就认定车里不是第一现场，第一现场是小树林。你知道我女儿为什么跳楼吗？她就是被人冤枉的，想不开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冤枉严继才了？我没这么说，但是传呼这件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，没有体现在审讯笔录里头，那是不是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有重大的疏忽啊？师傅啊，您的担心我能理解，但是您记得吗？当时大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有多大？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甄了好几次，闹得社会上到处是流言蜚语，都说是我们搞错了。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，您还记得吗？我没忘，就是因为我不放心，所以我现在想看一看侦查复卷。判决之后，我们大家所有人全都大醉了一场。大家付出了多少，您比谁都清楚。您以前常教导我，一个人一日为警察，终身为警察。所以师父，您不是一个人啊，您还是我们群体当中的一员啊。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您不能这样啊。来，这边。周律师，周律师，有人找。您是刑事继承还是离婚啊？我是2位检察院的同志，说是有事找你。那快请进。哎呀，那快请进啊！啊，您好。哎呦，进来了，沏茶，哎，坐。这真好看。碰倒了。哎呀，哎，喝茶，谢谢。喝水啊！你们聊啊。好。血糖高，老犯困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是哪个啊？我是南路检察院的。这位是灵山市检察院的。严继才。哎呦，您好记性啊！哎，我听说他转到别山监狱去了，不服管教吧？这个家伙呀，我跟你说，脾气倔得很，欠收拾。当时您是他的辩护人吧？法院指派的。周律师，您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件，您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？哎呦，您就直接说想从我这儿听到一些什么吧。反正我的意见呢，都写在辩护词里了。哎，我的辩护词你们都看了吧？看了，写的不错。当然不错了。您的辩护词前半部分来看，您好像认为他无罪，但是从后半部分开始，您为他做罪轻辩护，什么初犯、偶犯什么的。另外，您认定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，证据基本确凿，这前后是不是有点太矛盾了？矛盾吗？不矛盾吗？矛盾啊！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呀。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矛盾？没。现在可能还没有，但可能早晚会有的。哎呀，你们干这检察官干了多久了？年纪也不小了吧？真的还这么天真吗？就算是指派的律师，你也要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吧？哎，这话要这么说那就不对了。我最初接到的任务是为他做罪轻辩护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来。那最后不是判了个死缓挺好吗？但如果我一开始我就跟公诉方对着干，用无罪的方案给他辩护，那他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。
如您所说，严继才拒绝了他妻子给他找的律师，是因为相信您，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压在您身上了。可是，哎，您这是要在我这个办公室里组建一个临时的道德法庭来审判我？不，没有，周律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您看，您刚刚也说是想救严继才一命，我们也是这个目的。你看，咱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块儿来了。哎，这么说就对了。我呢，